天我们要讲的是《山海经》不是幻想，是史前黑暗期，是留给人类的备份硬盘。如果我告诉你，《山海经》记载的不是怪物，而是你失散万年的高科技邻居。2026年学者林修远发现，书中那些目生光的异人，竟然与现代高智商族群的地磁分布完全重叠。这不是神话，这是一份被加密的幸存者笔记。如果我告诉你，《山海经》不是神话，而是一份被刻意打乱顺序、拆解语言、加密隐喻的史前文明存档，你会不会重新翻开那本被当成怪谈的古书？你会不会开始怀疑那些夷木国与民国不死民长古之人，其实不是幻想，而是曾经与我们共存于地球上的另一支高等种族？2019年冬天，北京一场小型学术闭门会议上，历史学者林修远第一次提出这个假设时，全场只有7个人，其中包括青藏高原地质研究员周燕、语言学者顾南恒以及一位从不公开露面的资助人。他们手上握着一份尚未公开的资料，在昆仑山北麓一处无名峡谷内发现的石板，上面刻着一种既像甲骨文又像某种更古老图腾符号的文字。而在经过碳14测定后，那块石板的年代被推到距今至少7000年，比传统认知中的文明起源更早。而更诡异的是，石板内容经顾南恒破译后，第一句话竟与《山海经·西山经》中关于昆仑之丘的描述高度相似，提到有民居于高山之上，目生光而寿千岁。当林修远把这句话投影在会议室的白墙上时，他说了一句让所有人沉默的话：也许我们一直误会了《山海经》，它不是记录怪物，而是在记录消失的邻居。故事真正开始于2021年夏天，周燕带着团队再次进入昆仑山深处，那里海拔超过5000公尺，氧气稀薄，普通人连行走都困难。但当他们在一处坍塌的岩层下发现类似人工切割痕迹的石室时，事情开始变得无法用地质学解释。石室内壁光滑如镜，并非天然侵蚀形成，而中央有一座半圆形平台，上面残留着某种未知金属粉末。经检测发现其中含有极高纯度的硅与镁合金比例，远超古代冶炼技术水平。这时林修远翻出一段被忽略的文字：有石室民居其中，以石为城，不火而光。他开始怀疑不火而光是否意味着某种不需要燃烧的能源，而那目生光的族群是否真的掌握了某种与光有关的技术。顾南恒则从语言角度指出，光在上古语境中可能同时指能量与意识。于是他们提出一个近乎疯狂的假设：在距今7000至1万年前，地球上或许存在一支掌握高等能量运用技术的人类分支，他们居住在高原与极端地带，寿命较长，体貌与我们略有差异。后来因气候巨变或某场未知灾难而灭绝，只在各民族神话中留下记忆。而《山海经》正是这些碎片的拼接图。随着调查深入，他们开始对比新疆塔里木盆地出土的金发木乃伊与书中西方白民之国的描述，甚至把三星堆出土的纵目青铜像与一木民联系起来。林修远曾在成都博物馆的库房里对着那尊3公尺高的青铜人像发呆。他说那种眼睛不像审美夸张，而像是一种器官象征。或许那个族群真的在视觉或感知能力上与常人不同。而更让人不安的是，在2022年的一次地磁异常监测中，周燕发现昆仑山某区域地下存在规则排列的空洞，像是被刻意掏空的巨大空间。当他们尝试用无人机探测时，信号在接近该区域时会突然中断，设备自动失效。这种情况无法用单纯的矿物干扰解释。而就在同一时间，顾南恒收到一封匿名邮件，里面只有一句话：你们已经走得太近了。附件是一张模糊照片，画面中似乎是一个人形轮廓站在雪线之上，背后泛着异常的光晕。当林修远看到照片时，他想起《山海经》中一句话：其人乘云气而行。他们开始怀疑那些所谓的乘风而行与民有异，是否只是古人对某种装置或技术的描述误读。而在2023年春天，一名当地牧民扎西声称在夜里看到山顶有蓝白色光柱升起，伴随低频震动。这与他们之前记录到的地下空洞位置吻合，但当他们赶到现场时，只有烧焦的地表与异常高的辐射读数。官方随后封锁该区域，理由是军事演习。从此之后，林修远的研究经费被冻结，周燕被调离项目，而顾南恒的论文被期刊退稿，理由是缺乏实证。但他们私下仍保持联系，因为他们都知道事情还没结束，
尤其当林修远在翻阅《山海经·大荒北经》时，发现一句几乎被忽略的话：其民既亡，余光存地，后人勿为怪。这句话像一把钥匙，让他意识到，也许古人早就知道那个族群消失了，只留下遗迹与残余能量，被后世误解为妖异传说。而真正令人战栗的是，在2024年一次私人聚会上，那位神秘资助人终于开口，他说：你们不是第一批发现这些的人，清末有人写过一份报告，被列为绝密，里面提到在西北高原发现过一种头骨结构略异于常人的遗骸，颅腔容量更大，但后来样本消失。当林修远问他报告在哪里时，他只笑了笑，说有些文明的灭亡不是因为灾难，而是因为被选择遗忘。于是故事变成了一种悬疑的追逐，他们开始在各地寻找更多对应线索，从青海湖畔的岩画到云南深山的祭祀遗址，从古籍残卷到民间口述传说，每一条线索都似乎指向同一个可能。在人类历史被书写之前，地球上曾经存在过另一支文明，他们或许与我们基因相近，却在技术与意识层面更为先进。他们留下的城市被掩埋在高山与荒漠之下，他们的科技被转译成神话语言，他们的样貌被夸张成怪物形象。而《山海经》并不是幻想，而是一部用隐喻写成的幸存者笔记，只是我们还没有找到一马它的最后一把钥匙。或许那把钥匙就在昆仑山某处仍未开启的石门之后，或许就在某块尚未被发掘的石板上，又或许它其实藏在我们自己的基因深处，等待某一天被唤醒。而当那一天来临，我们才会真正明白，那些被称为异人的存在究竟是神话，还是被历史掩埋的真相。那场在2024年深秋举行的私人聚会，最终在长久的沉默中散场。窗外北京的夜色浓得化不开，林修远回到租住的旧公寓，手里攥着那张被汗水浸湿的便笺，上面只有一串模糊的经纬度坐标，指向昆仑山西缘与高原交界的一处无人区，那里在古地图上被标注为不周山的残余山脉。他彻夜未眠，翻开那本已经脱落封面的《山海经》，指尖停留在大荒西经的一行字上：由于所积石之山，其下有渊，其民不参而一，不知而识。他开始疯狂地推演，如果不参而一指的不是某种神力，而是某种合成纤维或纳米技术，那么这群人究竟是谁？2025年初，林修远瞒着所有监控视线，与同样处于停职状态的周燕在乌鲁木齐秘密会合。顾南恒则通过加密频道发来他在大英图书馆残存手稿中发现的惊人线索。19世纪末，一名探险家曾在拉达克地区发现过一种极薄的半透明金属薄片，上面刻满了与三星堆祭祀坑出土文物极其相似的雷云纹，而当地僧侣称之为天外之名的一刻。林修远与周燕雇佣了2名不问来由的当地向导，深入那片磁场混乱的荒原。在海拔5800公尺的一处被冰川削出的断崖下，他们发现了一种违反物理常识的建筑遗构，那是一座嵌入山体内部的圆柱状建筑，表面覆盖着一层如同生物皮肤般的角质膜。周燕用光谱仪扫描后发现，这种物质的分子结构与现代已知任何矿物都不符，却与深海某种极端抗压生物的细胞壁结构有惊人相似性。这让林修远想起《山海经》中关于龙鱼与灵鱼、人面鱼身的描述。难道所谓的半人半鱼并非杂交，而是某种生物技术改造后的深海或高压环境适应性种族？正当他们试图切开那层角质膜时，向导扎西突然跪地跪拜，口中呢喃着古老的本教咒语，声称这是地底照耀者的祭坛。而在那建筑内部的石壁上，他们看到了令呼吸凝固的壁画，画中生物身材修长，头部呈现不自然的向后延伸，双眼巨大且横向排列，正与三星堆的纵目神像不谋而合。更诡异的是，壁画描绘了这些生物与当时的原始人类互动的情景，他们传授火种、农耕，甚至在进行某种基因层面的筛选。林修远在那一刻产生了一种近乎绝望的推断：现代人类中那些拥有 O 型血且具备极高智力天赋或特殊感知力的人群，是否就是这些史前种族遗留下的混合种？他想起历史上那些突然崛起的文明，如苏美尔、古埃及，其文字与历法皆像是跳跃式的出现，毫无演化过程。而《山海经》中记载的轩辕国、女子国、白民国，或许正是这些高等种族在地球各处建立的实验观测站。周燕在建筑底层的密封舱内发现了一具
保存完好的，其骨骼呈现出一种半透明的玉质化状态。这对应了书中君子国，其人衣冠带剑，食兽，食二大虎在旁，其人好让不争受考的记载。所谓受考与玉化，可能暗示了其细胞修复机制远超人类，甚至能与硅基物质融合。林修远颤抖着手取出摄像机，但在按下快门的瞬间，整个地下空间开始发出低频的嗡鸣声，那种声音直接作用于大脑皮层，引发强烈的幻觉。他看到数万年前一场从天而降的赤色风暴，摧毁了这些高度发达的城邦。那些掌握光之技术的种族被迫撤入地底或潜入深海，并在离去前将文明的坐标隐藏在各地的图腾与神话中，以防后世人类在技术未达标前触碰禁忌。就在这时，顾南衡的警告信号再次切挂。与此同时，几架涂装全黑且无识别码的直升机出现在雪线之上。那群亲历者来了。林修远与周燕在混乱中携带了一块带有电路感应纹路的残片，跳入冰裂缝逃生。事后，那处遗址被神秘火灾彻底抹除，官方通报称之为天然气溢出导致的局部地层塌陷。林修远回到藏身处，将残片与一张现代世界人口分布图对比，惊讶地发现，凡是《山海经》记载中异人频繁活动的经纬度区域，这项推论并非林修远的凭空臆想，而是他在2026年立春前夕，透过一套私人开发的史前经纬叠加系统比对出的惊人结果。他发现《山海经》中记载的高等种族活动核心区与现代地球物理学中的地磁强扰动带及高智商族群聚落呈现出统计学上的显著相关。林修远首先注意到的是北纬30度这条神秘的横轴，在《山海经·海外西经》中记载的龙鱼与齐公国精于机关器械能坐飞车的民族之坐标，精确对应到现代的四川盆地、三星堆、长江中下游以及北非尼罗河三角洲。真实记载与举例，他翻阅了20世纪中叶的苏联绝密档案，发现这条纬度在线的地壳厚度与地磁分布极不稳定，易产生重力异常区。逻辑推论，这些区域被史前高等种族选为观测站，是因为其特殊的电磁环境有利于意识共振。林修远统计了近200年来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物理学家与数学家出生地，发现竟有 62% 诞生于这条纬度带的正负3度范围内。例如，爱因斯坦与普朗克等人的家族渊源，若追溯至上古迁徙路径，皆可与《山海经》中西王母所辖的穴居族群擅长观星与历法的高等智人产生血缘交集。经度遗传与异人基因的现代显性，更具体的细节发生在东经102度至105度之间。这条纵线穿过昆仑山脉，延伸至成都平原。《山海经》记载，大荒北经提到的烛龙，其描述为视为昼，名为夜，吹为东，呼为夏。这被林修远解读为某种控制大气环流或具备高度感光器官的族群。现实对应，他发现中国西南地区的高感官知觉 ESP 报告率比全球平均值高出 4.7 倍。在当代艺术界，几位以通灵感官著称的超现实主义画家，其祖籍均位于《山海经》所标注的低人国遗址附近。生物学证据，2024年的一项匿名基因定序显示，这类人群的第11号染色体上存在一段被称为 SHJ001 的非编码序列。这一段序列在现代普通人中处于沉睡状态，但在某些被称为天才或疯子的人体内却异常活跃。林修远大胆推测，这就是《山海经》中所谓不死民留下的长寿修复基因片段，它不再表现为外观上的羽翼或纵目，而是转化为现代人的超长感知力与跨维度思考能力。具体的物与电磁节点的共生，在比对地图时发现，凡是书中记载有今稀所产或其实放光的山头，现代多为稀土矿藏或高能粒子物理实验室的选址地，这并非巧合，而是一种场域印记。林修远推断，史前高等种族在这些经纬坐标下埋设了某种能够影响生物进化的共振装置，即书中描述的息壤或神鼎。这些装置在数千年后依然透过低频电磁波微调着当地新生儿的大脑神经元结构。这不是神话的残余。林修远在最后的笔记中写道，这是他们在我们族群中留下的后门程序。每当人类文明面临瓶颈，这些特定坐标下的异人后裔就会觉醒，推动科技跳跃，将我们引向他们预设好的方向。
他开始怀疑那些史前高等种族并未真正消失，他们的基因片段像是一段加密代码，潜伏在现代汉族、苏美尔后裔以及部分北欧族群的血脉中，等待着环境信号的触发。他在笔记中写下：我们不是地球的唯一主人，我们只是看守者，看守着那些被我们称为神的邻居留下的坟墓与摇篮。2026年立春，林修远收到了那位神秘资助人的最后一条讯息，那是一段从深海测听站截获的音频，翻译过后是《山海经》中北海之神鱼江的古老祭祀旋律，频率与地核跳动一致。他终于明白，这本书不是过去式，而是未来式。他预言了，当那些沉睡在极地与深渊下的长寿者苏醒时，现代文明的虚假繁荣将如同烈日下的积雪般崩溃，而真正的史前史才正要在这片被诅咒也被祝福的土地上重新揭幕。他看着镜中自己的眼睛，在那一瞬间，他隐约看到瞳孔深处闪过一抹不属于人类的如同青铜器般的冷冽光芒。他知道逃避已经没有意义，因为真相正从他自己的血液里缓缓苏醒。你想知道那块残片上最终显示出的星图指向哪里吗？如果把所有线索抽离情节与惊险，只留下推论本身，那么林修远最后得到的结论其实极其简单，也极其震撼。《山海经》或许从来就不是神话集，而是一部被拆解、被重组、被刻意模糊化处理的文明备份档案。他们一路追索的不只是昆仑山下的石室，不只是那些违反现代材料学认知的角质建筑，也不只是地下规则排列的空洞与地磁异常带，而是一个更大的问题：为什么这些异人的活动范围会与现代高智商族群分布？地磁强扰动区、稀土矿藏带，甚至高能物理实验室选址高度重叠。这种重叠若只是一两处，可以归为巧合，但当它在统计学上呈现显著相关时，巧合就开始失去说服力。林修远在最后的笔记里写道：如果一个文明在灾变前意识到自身终将毁灭，他最理性的选择不是留下宏伟建筑，而是留下程序。建筑会被风沙掩埋，金属会被氧化，城市会被地壳吞没，但基因与语言可以穿越万年。于是那些被后世称为一目民、语民、不死民的族群，也许根本不是神怪，而是形态略异、感知能力更强、寿命更长的一支高原文明。他们无法阻止灾难，却能把自己的一部分写入后来者体内。这便解释了《山海经》里那些看似荒诞的描写：木生光，不火而光；乘云气而行，不残而已。当古人无法理解高等能源、合成材料、飞行装置与生物改造技术时，只能用神话语言去包裹科技残影。于是技术被翻译成神力，能源被转述为光，飞行器变成语义，基因优化被误写为长寿不死。真正的内容被隐喻替代，而隐喻本身被进一步神怪化，最终成为我们眼中的怪谈。更关键的是，那段所谓 SHJ001 的非编码序列假说。林修远在2026年惊蛰前夕，位于成都郊区的私人生物遗传实验室，在那里，他将三星堆3号祭祀坑出土的一枚青铜神像眉心处残留的干涸生物介质，与那份代号为 SHJ001 的基因序列进行了最终比对。结果显示，这并非单纯的装饰，而是某种高度精密的生物工程导引标志。在《山海经·海内经》中记载，流沙之东，黑水之西，有赵云之国、司治之国，处于穷山，其民人面而始着。林修远推断，这种特殊的面部特征在现代基因组中被转化为隐性的骨骼修复指令，而三星堆那些夸张的纵目、大耳以及延伸出的青铜管状结构，实则是对 SHJ001 基因在史前高等种族体内显性表达后的写实记录。具体来说，这种基因序列负责控制生物体对高频电磁波的感应，这解释了为何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神树其形态与现代分形天线结构高度吻合。林修远发现4G001中有一段长达300个碱基对的非编码区域，其排列逻辑与三星堆青铜大力人手持的神秘中空器物上的刻纹完全一致。这暗示了那件遗物可能是一种基因激发装置，透过特定的音频共振短暂唤醒该种族后裔体内的松果体活性，使其获得超越常人的光学感知力。进一步的研究揭示，这种基因与现代某些被诊断为共感症的天才族群有着直接联系，他们能看见声音或听见色彩。
这在《山海经》中被描述为目能察地底之精，耳能听天外之音的神通，而这正是史前高等种族为了在当时极端的地球环境中生存而进行的人工演化。林修远在对比三星堆著名的青铜面具与全球各地的异人基因样本后发现，凡是具有001高活性特征的受试者，其大脑颞叶区域的神经元密度比常人高出 30%， 这使得他们能够处理非线性的时间信息。这也解释了为何这类人群在现代科学与艺术领域总能产生跨时代的突破。就在林修远试图将这项关联数据上传至保密云端时，他发现那段 CHJ001 基因代码在荧幕上开始自我重组，排列出的形状竟然与《山海经》中失传的大荒鲸图轮廓完全重合。这让他意识到三星堆文物与这段基因序列本身就是一套组合钥匙，只有当后羿的意识强度达到特定阈值时，隐藏在血脉中的史前文明蓝图才会真正解锁。假如某些人群体内确实保留了古老的调控片段，它不直接改变外貌，而是影响神经可塑性、感知阈值与抽象思维能力，那么人类文明中那些跳跃式突破，从历法、几何到量子理论，也许并非完全随机爆发，而是某种被触发的觉醒。当文明逼近瓶颈，当电磁环境、社会压力与知识密度达到某个临界点，沉睡的片段被唤醒，于是天才诞生，范式转移发生，历史向前推进。这样的推论意味着人类并非单一来源的连续演化，而是多层文明叠加的结果。我们所谓的史前黑暗期，可能只是前一轮高等文明退场后的重启阶段。《山海经》并不是在描述怪物，而是在记录消失的邻居，不是在幻想神国，而是在压缩记忆。而那块残片上的星图之所以重要，并不只是因为它指向某个地理坐标，真正的关键在于它与地核低频振动同步，与深海测听站捕捉到的祭祀旋律共振。这暗示了一件更不安的事，那个文明的遗产并非完全静止，它仍在运作。某些装置或场域仍在以我们尚未完全理解的方式影响着地球的电磁背景与生命节律。于是结论变得双重而矛盾。一方面，我们可能只是看守者，看守着被掩埋的遗址与未解锁的技术；另一方面，我们本身也是遗址，是那段文明留下的容器与延续。所谓神，也许从未离开，只是退居为基因片段与场域印记，等待时机。如果这一切成立，那么《山海经》就不是过去的书，而是未完成的指南。它提示着坐标、族群与能量节点，提醒后来者在理解自然之前，先理解自身；在解锁技术之前，先承担后果。那场赤色风暴摧毁的不只是城市，也可能是一种失控的文明模式。林修远最后明白，真正被选择遗忘的不是某段历史，而是一个警告。当我们自信于人工智能、基因编辑与量子计算时，也许正逐步接近他们当年的临界点。而那些余光存地的遗迹，不只是残骸，也是镜子。所以问题从来不在于《山海经》是否真实，而在于当证据足够时，我们是否准备好承认自己并非第一代文明。当沉睡片段被唤醒，我们会重蹈覆辙，还是完成他们未尽的修正？也许最终的答案不在昆仑山，不在深海，不在帕米尔的冰裂缝，而在每个人的神经突触之间。当某一天那抹冷冽的光再次在瞳孔深处闪现，人类或许才会真正读懂《山海经》的最后一页。那不是关于怪物的故事，而是关于我们从哪里来，又将成为谁。大家觉得呢？好了，故事宇哥就讲完了，别忘了订阅关注宇哥的账号，看后续更多精彩内容哦。